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要跟朋友们分享電影《三大隊》。這部電影呢，我看了2遍，2個字好看，再2個字推薦。客觀來說啊，這部片子雖然是導演戴墨第2部執導的大熒幕作品，但才氣難也。在一些拍攝手法和表達形式方面呢，已經有了不錯的完成度。很多細節的編排呢，也看得出啊，本子是屢屢推敲，下了功夫。而我個人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呢，除了能看一群中生代業務水平代表們飆戲以外，核心原因啊，是在於電影對刑事司法現實進行了較為真實的展示，並由此引發了很多沉思。本視頻呢將分為以下2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電影中2個法律問題答疑，第二部分呢是我從電影中看到的3個字。法律層面我們主要解答以下2個問題，第一是為什麼刑訊逼供定故意傷害罪，第二是為什麼不給老張定工傷。這裡從2個層面來講啊，首先是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呢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就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就依照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本案呢是在偵查機關訊問過程中，3大隊集體毆打犯罪嫌疑人致死，但他們呢並無殺人的故意，所以是按照247條和234條的規定呢，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而在這起共同犯罪裡啊，陳斌呢一是作為隊長是頭，2呢是有主動鎖門、關閉同步錄像設備等動作，故被認定為主犯，被判10年。其餘幾位呢作為從犯，就依照刑法第27條的規定啊，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所以呢被減輕群罰到了10年以下。當然還有一個思路啊，是雖然毆打犯罪嫌疑人是在訊問過程中發生，但其實在3大隊毆打王大勇以前啊，王大勇就已經把主要的犯罪事實都交代了。根據電影情節呢，3大隊從主觀意圖上來看，其實並非為了逼供，因此呢定故意傷害罪也肯定沒有問題。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啊，刑訊逼供在現代法治社會，無論從各個維度來講，都不應該發生。作為偵查人員，即使你有1萬個理由，即使你自認為該理由有多麼的光輝與崇高，你都不能夠違法違規辦案，因為這害人害己。從切身利益來講啊，這會讓你把自己都辦進去啊，例子電影裡呢已經有了。而更重要的是啊，這容易屈打成招，導致案件不公，會嚴重傷害到現代法治。刑事訴訟法第52條呢有明令禁止刑訊逼供，而最高檢關於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亦明確規定對於涉嫌通過刑訊逼供所獲得的證據，就應當予以排除。關於涉嫌變相刑訊逼供的案件呢，我自己正在經辦的就有，現在呢正在進行刑事申訴，既往呢也有諸多案例，我不多做贅述，我只強調，當程序缺乏正義時，即使你實現了自以為實體上的正義，該份正義到底是否真實，亦將打上問號，該份正義所應閃爍出的光輝，更必將遭受玷污。而我認為本電影頗為難得的，即是作為一部帶有罪案元素的劇情片，它有正面刑事案件中警方辦案過程裡可能存在的違法違規辦案現象，並讓涉事人員呢承受犯罪的代價。這份直面問題的真誠值得點讚，也正是這份真誠，讓本電影呢多了許多現實主義的深層意味。再次強調，刑訊逼供斷不可取，該被譴責，該受懲罰，屈打成招不是正義。第2個問題是為什麼不給老張定工傷？這個情節呢是我喜歡這部電影的第2個點，原因很簡單，就是不該定。說到公務員工傷認定標準及賠付我想很多朋友應該會援引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和第65條。如果你這麼想呢，那就大錯特錯了。原因很簡單，工傷保險條例呢是03年4月出的，連公務員法都是05年才通過的，而本電影中姦殺案發生在02年。來，一起考古。02年呢，關於人民警察因公負傷或犧牲的規定適用的是96年11月19日公安部和民政部聯合印發的公發1996 18號文件《公安機關人民警察撫恤辦法》，其中第9條呢對因公犧牲的認定標準進行了明確，有執行任務或上下班途中遇到非本人責任或無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而死亡，以及第5款在執行任務中因病猝然死亡的，才能認定為因公犧牲。我們再回過頭來看老張，首先呢，他在執行公務時並未出現明顯的身體不適，出事時間呢既不在執行任務期間，也未出現在上下班途中。其次呢，出事的直接原因到底是那口酒，還是追犯罪嫌疑人，還是身體本身的原因，亦不明確。唯一明確的就是他確實不符合撫恤辦法的要求，因此呢，要認定因公犧牲是很牽強的。這時可能有觀眾會問，難道就不能通融一下嗎？局長有句話，我認為說的特別好，老百姓相信公安，不是因為身上的制服，而是因為制度。是的，這句話是我認為本電影第2可愛的地方。
如果你有一定的社會經驗，你會發現在制度旁邊我們總能看到另外兩個字通融，通融背後有兩個字人情，人情背後還有兩個字叫關係。制度是明規則，關係是暗規則，明規則清晰，暗規則模糊，明規則倒逼公平，暗規則親疏遠近。然後你還會發現暗規則就是拿來破壞明規則的，由此導致了一個客觀情況是，暗規則滋生蔓延的地方也往往会帶來黑暗，因为暗規則只對少數人敞開，只有少數人獲得利益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就拿本案中的這件事情來說，如果本不應該算因公犧牲的，最後又算了因公犧牲，那撫恤金是民政局公管處領導用公款做了個大人情，而今有老張，民有老馬，後有老陳，你連老張都同意了，怎麼老馬老陳不同意呢？如果都同意了，那還要規定幹什麼？如果都沒規定了，一切也就都亂了。制服有沒有威懾力呢？有，但制服的威懾力也是制度帶來的。制度規定了公安機關作為國家暴力機關享有一定的執法權，是法定的權利讓制服鋒芒毕露。而如果制度崩壞，規則坍塌，當制度不再具有公信力的時候，那它賦予制服的光芒亦必將不復如初。在解答完这兩個問題以後我再說說法律之外本電影很值得推敲的三個字。第一個字呢是我，是的，我。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個人都帶有很多種的身份。比如說陳斌，他是警察，是隊長，是丈夫，也是父親，多種身份呢共同組成了他這個人。可在重重包裹下，他的心究竟是怎樣的呢？當他在監獄裡時，他已不再是警察，不再是隊長，不再是丈夫，甚至連孩子也對自己無比生疏。而就在他一無所有的時候，面對監獄內的霸凌，他依舊為陌生人挺身而出。這個行為不是任何一個身份強加給他，要求他做的，而是他內心最真實的召喚。這份召喚告訴着他是個怎樣的人，也昭示着往後他的路會怎麼走。而同樣作為觀眾的你我，有沒有想過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呢？我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只有愛好才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個活生生的人。人都是複雜的，有很多相似，比如說都要吃喝拉撒，也有很多不同，比如說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心甘情願不計回報也要付出的人或事，而這些人或事我們每個人是不同的，回報、壓力這些是外部賦予的，而本能、志趣這些是內驅的，內驅告訴我們是怎樣的自己。脫帶了警服以後陳隊變成了兵哥，可陈兵依舊是陈兵。陈兵最珍貴的品質從來沒有變過，他自己也看見了。當然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尷尬的相同點，那就是此前他打了王大勇，現在呢王二勇他也打了。真實，朋友們把真實打在公屏上。第二個字呢是值。電影中有個點很值得玩味那就是出獄以後，在陳斌的號召下，已經四散的人基於一個共同的信念又重新聚首。可在堅持一段時間後呢，又紛紛放棄，只有陳斌還在堅持。為什麼只有陳斌還在堅持呢？一個真實細節跟諸位分享，有羈絆的人往往最先放棄。馬振坤有不離不棄的老婆，所以他最先放棄。廖健有拋捨不下的孩子，所以他中途折返。許玉洲覓得真愛，也半途而廢。最後剩下的就只有孑然一身的陳斌和了無牽掛的蔡斌了。但蔡斌也有羈絆，那就是自己。所以查出疾病以後他也停下了。他不像陳斌，陳斌到後面已經達到了近乎自棄的狀態。他原本有光明的前途，但現在沒有。他原本有圓滿的家庭，現在也破碎。他想除暴安良，卻又沒了身份。他最後還剩什麼呢？除了一把年紀，他什麼都不剩。他需要一個支點，那就是抓王二勇。王二勇成了他的執念。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完成執念，最終抓住王二勇的陳斌，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孱弱、衰老、茫然四顧。因為在那一刻，他實現了自己的執念，但他也喪失了人生一個很重要的支點。他舉目四顧，又看到了兩手空空的自己。好在創作者很仁慈，讓小雨點呢回到了他身邊，所以回家吧，小雨點還在家裡等着你。執念有時是可怕的，但執念呢也是動人的。說可怕是因為執念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極端，我們每個普通人其實都如同三大隊的其他人一樣，心中呢會有義氣，但也容易妥協，因為現實的大浪會不斷地拍向任何一個試圖逆水行舟的人。在此情況下，執念有着不管不顧的孤絕，會讓普通人不理解，這份不理解也會倒逼執念越來越直，讓執念孤獨。但執念呢也能成就偉大，古今很多英雄事非執念不可行。我們許多人都有英雄夢但諸位捫心自問，你有執念嗎？你心裡有沒有那麼哪怕一件事情是你捨家棄業，哪怕困難重重，千夫所指也一定要堅持的事呢？我不知道，如果沒有，其實也挺好，這樣你的人生呢會少很多痛苦，且你偶爾說不定也能獲得
電影中抓人販子的那部分快樂。最後一個字是悔。在電影中啊，原本意氣風發的三大隊在被判刑以後呢，心落離散，都失去了大好的前途。的確啊，電影中呢，他們都回答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自己不後悔做警察。但你若問他們是否後悔犯罪呢？我想他們肯定是後悔的。犯罪帶給他們的是丟工作，是從族譜中除名，甚至即使他們在做正確的事，也顯得偷偷摸摸，反而不像個好人。对此你說，如果再給他們一個機会，他們還會打人嗎？我想不會。但如果不能回到過去，面向未来，社會又能不能給他们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呢？會不會給他們一個悔的機會呢？以前似乎可以，現在呢，空間似乎也是越來越小。對此我不多做贅述，只列明監獄法第38條明確規定，刑滿釋放人員依法享有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說實話，在網上衝浪久了，我很清楚，在當下互聯網環境呼喚嚴刑峻法明顯會更有市場。因為自古以來，大家都愛看殺頭，對違法犯罪者施以萬劫不復的重錘，會喚起每個人內心深處最本能的爽。要是這人犯事前風光無限，那就更好了，誰看了誰不開心。在此情況下，你若提出讓他們在接受懲罰以後，讓他們重新開始，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總會顯得有些聖母。但我想說這絕非聖母這麼簡單。這一點呢，以前我也不懂，在做的刑案越來越多以後，我開始理解了。多的不說，我只說一句，人都是很複雜的，沒有純粹的好，也沒有純粹的壞。好的規則是激發人善的那一面，而不是刺激人惡的那一面。總而言之我認為三大隊呢，的確是一部帶着思考的電影。我對思考者的作品總是很喜歡，也推薦大家去看。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